什么破玩意儿？凉的。啊，这就是我的女朋友，你们救救我吧！下面我们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白24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周24岁，同样来自辽宁，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还在读呢是吧？都是学生哈。对呀，对，是学生。我俩一届的，不是一个班的啊。你真老实，我没问啊。那小片的最后是你说让我们救救你是吧？啊，对。咋救你呢？我忍了他很久了，已经忍了3年多了。都忍3年多了，那你怎么不继续忍下去啊？之前怎么不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次我选择了爆发。你以为你是定时炸弹，说爆炸就爆炸？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天晚做噩梦。你跟他在一起，你天天做噩梦，你还跟他在一起？梦见他让我去给他买那个篮子。什么篮子？就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个他们寝室关门了，他就饿了，没多久他就给我打电话，要买篮子和绳子。当时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买这些东西？然后他也没跟我说，我就给他买去了。从此噩梦就开始了，饿了就给我打电话，要我买那个他最爱吃的麻辣拌。买了之后回去看着那个女寝室门口窗台那块有个篮子，我一看这篮子不干这用的吗？作为男朋友，你不应该去给我买夜宵啊！而且女寝不是关门了吗？那我只能从楼上把篮子系上绳子扔下去啊，那咋不对啊？你挺聪明的，这是一条运输线。对啊，那么晚了，我不这么做，那怎么去取吃的呀？那你不啄我呢吗？天天折磨我，总去吃。还有什么被压迫的吗？被压迫还有上街的时候，进去之后什么都习惯，都给买回来，买回来就让我拎着。花谁的钱？一块儿的吧，差不多。那不还是我花我的钱吗？你都不好意思说吧你？那我不也花了吗？再说了，主持人，我逛街我都逛1天了，我腿多累呀！你作为男朋友，你不应该本分的帮我去去拎包什么的？这是我拎了，但是最后我挂跟圣诞树似的，跟着你后面跟小跟班似的，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不是挺好吗？他就身在福中不知福吧？看我这姿色，怎么在我们学校，我们班还是班花呢？拉倒吧。一共就俩女生，你还算班花？你们班就俩女生？对啊，我俩都是理科生嘛。那何止是班花啊！是，他就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班全班25个男生，那排队要帮我拎包，我都没让他们拎，让你拎那是让你8辈子求来福分。那哪是福分呢？最后刚开始是黑包，都比较深的可以背，后来就开始放肆了，各种色包就出来了。最严重是粉色 Hello Kitty， 别人看见以为我多娘呢，本来挺爷们儿的。你爷们儿吗？主持人你也看到了，就他这个样，那我要是不再强大一点，那谁保护谁呀？那最后我俩不得来根儿啊？再说了，那我对你还不好吗？就是我学校附近，然后新开了一家川菜馆，刚一开业，然后人缘爆满，我第一个想着他，立马打电话让他陪我去吃，他百般不情愿。那你找个我爱吃的行啊，你知道我不能吃辣的，他总带我去吃辣的。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那我口味这么重，你不知道吗？是、那我就喜欢吃辣的。那我口味轻啊，关键呢。第一次跟你去之后，我彻底完了。回寝室之后，室友就看我跑厕所了。你作为男生，你多拉几趟能怎么的呀？就当减肥了呗。你看我现在这个样，还能再拉了吗？行，别，太快了吧！刚才宵夜呢，这会儿就说这个了，过了啊，不许再提了啊。我听明白了，就是女生不顾及男生的饮食习惯，强迫男生去吃男生不能吃的东西。还有别的不能忍受的吗？还让我那个吃辣不起痘吗？最后在一起之后。那痘越来越多了。哎呦，你是真磨叽，不是说不说这件事儿了吗？你怎么不说你天天熬夜打游戏打的呀？你听我说，主持人，有一次吧哈，我得肠炎了，特别难受，我只能去医院打针。就作为女生吧哈，生病肯定想自己男朋友啊，希望他陪我去。谁知道一打电话，哎，他自己玩游戏呢，让我等一会儿。就差那几分钟，万一输了，队友不说我坑了不？那我假如就那几分钟我死了怎么办呢？那你现在不活儿挺好吗？站我对面呢，这不吗？那你怎么不死啊？你看这主任脾气就上来了，一整就这样，说爆发就爆发。他总说我不给他面子，我就不明白我怎么不给你面子了。对呀，今天确实没给他面子。是啊，各种说我。然后给朋友面前他还不给我面子。有一次我们一去 KTV 唱歌，本来挺高兴的一块儿，结果他就因为一首歌之间就开始生气了，就当时就不乐意了啊。那你好意思说吗？那首歌是你点的吗？是我点的好吗？我刚点完歌，我还没等开始唱。哎，这家伙可好，一把给抢走了，就开始唱。那你说你唱歌好听也行，整晚就听你这鬼哭狼嚎的。你可别说话，你唱歌好听是咋的呀？不，然后你们就走了。一发脾气他就有动手的习惯啊，直接当我同学面就直接给我撂倒了。你再说一遍试试啊！我现在就撩你，信不信？给我过来！别这样，别这样，你们别这样，别这样，别，
别，站好了，站好了。他敢来，我就不信。不，你瞅瞅，主持人你别闹。不是，我就说。哎呀，把表摔坏了。叫你惹我。哎呀，你别说话了。姑娘，你学过跆拳道？我就是从小喜欢学武术，就练了一点儿，但是我下手也没那么狠呢。曲总有一句话叫“你摇什么手啊”？不是，我以为你又要我上来。哎呀，对了，来吧。老师，你还是别上来了，我给你留点面子，在台下切磋吧。行，我谢谢你。真就给撂倒了。也就是说，这姑娘动手也是常事儿，是吧？啊，对。你还手吗？我不敢还手。他敢，你敢还吗你？你是希望他还手怎么着啊？那他也不敢呢，你敢一个试试你？这不分场合吗？一会儿下去再说。主持人，还下去再说。不还手是个优良品质。对，品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吧？男不跟女斗。那好女不和狗东的。哎，你们俩都没底线了。我发现你是挺见招的，我都拦住他了，你非要招他过来摔你一个。不是，我没想到他真舒服吗？哎，行，好久挺舒服的。那他就是喜欢让我摔他。你是平常不高兴就跟他动手吗？只要他老总是跟我犟嘴呢，那没办法，那只有动手了呗。我俩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就走到大街上，就因为有点事儿，他突然之间就生气了。我也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然后直接给我撂倒了。街上也撂啊，街上也撂，那么多人瞅呢，你说你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兄弟？所以说就是忍受不了了嘛。那你怎么不说他那点怂样嘛？胆儿小啊。就有一次万圣节。然后我们几个朋友约着一起去游乐场，那你说万圣节去一趟鬼屋总行了吧？体验氛围。他也不去，他害怕黑。最后我也陪他去了，毕竟是别的女生都搂男朋友怀里嘛，他就不一样。你搂他怀里吧，兄弟。对啊，他直接就飞过去了，直接跑第一个去了，带领他们一块打鬼。那鬼就是工作人员扮演的。那我这不是烘托氛围吗？这不气氛不挺好的吗？那你开心了，你没想过我的感受？我本来就胆小啊，然后我去找你，被他给打了还。那谁知道乌漆麻黑的，黑灯瞎火的，突然传来一个东西，我见一个打一个呗。那我哪知道你是人是鬼呀？那你出来也不能在朋友面前说我胆小啊，嘲笑我就是啊，一点都没有面子了。又提面子，你看他就是要面子，那我还要面子呢。那谁不要面子呀？我还是个男的。我听编导说他们有一段录像哈，我还想看看呢。可以不播吗？看吧，看完别动手啊！这是打脸啊，来，小白是我们铁哥们儿，他对小妍那是百依百顺，万般呵护。他俩在一起吧，有时候总有一些不知为什么的矛盾，可能也是小妍性格太暴躁了，然后对小白也是大打出手。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小妍就跟母老虎一样，俩人就是感觉性格上还是有点不合适。一个太强势了，完了另一个呢有点太没脾气了。他之所以这么强势，是因为小白有的时候有些事确实挺没有主见的，虽然有的时候有点作，但是他毕竟是女孩子嘛，就希望小白多多包容他一点。每次生气也基本都是小白最后妥协了。我们哥们儿都为小白打抱不平。你说小白这么帅气的一个小伙，为啥要找小妍呢？等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们的？你这帮都这么说你，你是不是在你们寝室面前又胡说我了你？你就是个母老虎，他们说的对。你要不能成武松，你就别说人家是老虎。那我对你还不够好吗？啊，他每回过生日我都给他过，特别浪漫。啊，那你呢？你啥都没给我准备。他过生日吧哈，我亲手给他做的蛋糕，给他摆了蜡烛，还给他买的礼物。谁知道他是怎么给我过的？那我不也给你过了吗？我也挨到凌晨给他发条微信，告诉他祝他生日快乐。对，他是给我过了，一句话给我略过了你。我问问你啊，是马上要毕业吗？大几啊？大4了。一过年就毕业了是吧？是啊，快毕业，我就觉得。什么打算呀？我打算回大连，然后工作嘛。我就是觉得哈，是不是快毕业了？然后你爸妈不想让你跟我在一起，让你回你们家那块工作呀？不是啊。我曾经幻想跟你在一起，但是每次跟你在一起就感觉太累了，你一直这么对我，脾气大。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所以男生是想分手是吧？对。你敢分一个试试？非分不可。但是对他还是有感情的。非分不可吗？除非他脾气改了，他脾气太大了，真忍受不了啊。你之前怎么追的我？现在这样要跟我分手？当初这不女生少吗？
大冬天给他摆的蜡烛。对，说起这事儿，其实我挺感动的。他是带着他们寝室室友，下着大雪，特别特别冷，然后他就一边摆蜡烛嘛，点蜡烛，还要点蜡烛，点也不好点，然后还要摆花瓣儿，然后整了1个多小时，而且还没戴手套，手特别的冷。摆完之后才把我叫到楼下，然后要跟我表白。他寝室室友嘛，有的是拿那个手机录像，有的放音乐，感觉也不错。然后就刚才那几个臭小子是吧？对呀，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们？我就这样被他感动了嘛。然后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被一个男生这样表白过，再加上我俩在一起这么久了，3年多了，继续下去不挺好的吗？听明白了。当一个强力的女汉子遇到了一个纤弱的男女娃，爱情该怎么继续呢？老师们交给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孩是初恋吗？是啊，我们都是初恋，所以我就特别重视这段感情。有一句话叫初恋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为什么忍了3年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毕业了提出了分手？我觉得我俩挺搭的呀。错，因为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如何经营爱情，甚至于如何表达你对对方的爱意。你仅仅是在一场你觉得跟很多书里或者电视里演的那一样的那种仪式感很强的那个场面，给你了惊喜，让你感动。有音乐，有围观，有掌声，有鲜花，然后有对方对你的这种表白，你就被感动了。过程当中，你意错了对方的意，你把他当一个随从一样看待，任你打骂，像一个女王。我没那么过分，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你其实蛮过分的，你认为的是自己这样做是对他好，但其实你蛮吃亏的。你做了很多其实对他好的事情，甚至于你的心是非常好的，但表达完全错误了。还有，你打他，你真是觉得他打不过你吗？不是，你知道他不敢对你动手，甚至于你把这个当成一种对他的表达。你觉得我打你，然后你挨着，咱们挺乐呵的，挺好的。其实你是极度渴望对方关怀，你是想通过这种种的作的方式来换取对方对你的爱。365天每天都要吃夜宵吗？不是，你要的是他的一种对你的表达，那种仪式感，让自己的寝室的寝友看到，看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男朋友，不管多么冷，他都会买到我要的东西。我是女生嘛，那虽然我表面比较强大，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很脆弱的。其实我特别希望男朋友疼爱我。你是很脆弱，你是很希望他很爱你，但是恰恰你这些是要来的。他心甘情愿吗？3年来他一直在忍，不能说没有快乐，但是忍的成分大。如果他真的真心爱你的话，当你生病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还在那儿打游戏？而他为什么要沉湎于游戏呢？因为他在游戏里能找到自尊，而在你这儿想得到但没有。但是他可以忍，因为他从另外一个方面能找到自尊，就是我有女朋友，很多人没有，我有班花，但是你们没有，所以他是在做一种这种平衡。所以姑娘，你应该从初恋当中呢吸取一定的东西。我们要注重仪式，但不能只看仪式。我们要追求浪漫，但是浪漫过不了日子。你要真心要了解对方，还要了解自己。你觉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就要用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你要认清对方要的是什么，否则就拧巴了。说实话，我对你们的感觉其实挺复杂的。从深层和潜意识来讲，你们俩需要对方，你需要给他这种强势的关注，他需要你强势，然后你们之间能产生火花。你那种强势恰巧是作为他男性心中缺少的那一部分，你满足了他。但是当你们各自心理状态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你们还有一个最真正的需求，就是你希望他成为一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女人。可是你们2个人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我觉得我性格是天生的，这不挺好的吗？天生是挺好的，但是你要记住，你自己如果要融入另外一层关系的话，就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如果你能调整，这是最好的。还有一点，这个男人，我为什么说你离不开这个女人呢？他刚才说了，我不让你离开，你离开我就弄死你，类似于这样的话，你其实心里要的就是这些。没有，哇，太吓人了。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你看你们2个人如果发展到这么严重的3年这种关系，我不相信你不喜欢这些。夫妻之间一定是此强彼弱的一个过程。你弱势的男性，你自然会弱下来。他如果碰见一个更软弱的女性，他自然会强起来。
中国的家庭生活当中，很多女强男弱，过得很好，但关键是女人是怎样的一种强，男人是怎样的一种弱，这不一样，分真强假强，真弱假弱。前段时间没事又把我的野蛮女友翻出来看了一遍，看来看去，我们又看出了深层的含义。其实在我的野蛮女友当中，那女主角其实是假强，而男主角是真强。恰恰是因为男主角看出了女主角内心真正的悲伤，那种来自于上一段感情的悲伤，所以他虽然百般的虐待自己，但男方依然可以以软弱的方式去包容对方。所以其实关键是看女方和男方的强弱到底是哪种性质。在我看来，女方的强分为两种，一种是刀子嘴刀子心，一种是刀子嘴豆腐心。对，我是后者。很显然，野蛮女友那个女生是属于后者，你大部分属于前者。为什么呢？刀子嘴就不用说了。其实为什么说你也是刀子心呢？虽然在形式上你可以强势，但是在具体的生活事件当中，你又何曾为他考虑过？我们见过很多在生活当中很强势的女性，虽然有的时候在朋友面前也不给男性面子，但是在多半的时候她会考虑到男人的自尊。虽然说她很强势，但是在吃住用行上，其实她更多会关心男性，你没有。虽然你有在过生日的时候那2次所谓的行为，但是大部分在生活当中细节当中我看不到你的豆腐心。但这还不是最重要，关键是男性的怕老婆大概分为3种。第一种，心服口服，也就是对老婆的心悦诚服，那是把自己的老婆当成了女神一样的存在，那是一种崇拜感，不光嘴上认错，心里也觉得是如此。第二种，嘴上认错，心里不认错，就嘴上服，心里不服，但这种又分为2种。第一种就是像我的野蛮女友当中的那个男性，他虽然说嘴上服，心里不服，但是他有一种宽容和大度，他会觉得这没什么，他是真正的觉得好男不跟女斗，只要能让他高兴，心里不服又怎样呢？男主角属，但他不是，他属于第3种。他虽然是嘴上服，心里不服，但他是敢怒而不敢言，他把这股火压在心里。这种人是真正的怕老婆，但他怕的其实不是你，他怕的是周围的舆论。第一，自己没面子；第二，确确实实是在气焰上或者是在体力上打不过。这种人大概不是只怕老婆，而是周围一切的强势力他都怕。所以其实我对你们俩是十分不看好的。你觉得真正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会在场上筛打自己的男朋友吗？回去跪搓衣板。所以在我看来，你们不是属于真正的女强男弱，一切只是形式。这就是我的态度。我觉得我不是像听老师说的那样，我觉得我挺刀子嘴豆腐心的，我身边人都了解我呀。我愿意相信你说的啊，但是你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说你的空间，对吗？因为我们就是思想的交流嘛。其实有几个问题真的拿出来一问，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留大连，你留吗？我跟我走呗。你看，你这是强迫别人吗？就咱们随便问几个问题，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今天是因为没有男生追你，未来再有个男生追你，你还跟他好吗？他是我初恋，我只愿跟我初恋在一起。你就准备非他不嫁了，对不对？对。兄弟，压力很大呀，摊上事儿了，这不？小伙子啊，好好保重自己，别出意外，知道吗？是。来，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觉得有句话说的挺好的，人的一生只谈一场恋爱，而我把我自己的初恋交给你了，我觉得你就得对我负责。我这就负责了。再说了，这3年感情积淀也在这儿呢，咱俩也是有点小吵小闹，但是也和好了，周围朋友都挺羡慕咱俩的，希望咱俩继续下去，可以不？
那你改不改呀？那我要是改，你就跟我和好呗。你每回都说改，不还是没改吗？那我现在在舞台上，而且我这人挺要面子的。既然我说我想改，那我就努力去改。别到时候又下台之后给我撂倒了。那我尽量吧。你跟我走的话，那我就去改。那我再考虑考虑吧。哎呦，两位回吧。我要给他个东西。这什么东西？你掉出来。啥呀？我看看。请关门。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拍门。精彩节目，请拍门。你还不赶快抱我呀？哎呦！刚才你送他一什么呀？该给我的是戒指，是以前我俩在一起时候买的第一对戒指。他把他那个戒指给弄丢了啊，那我那戒指还在，我就一直戴了3年多。我觉得这个戒指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跟你说的，以后不会买戒指了。怎么不买了？咱结婚不得买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的时刻。嫁给我吧。不会呀，对，忘了。哎呀，那我永远在一起。你别再跟我说分手了。好。那么抱我呀。来吧。走吧。走啊！你还在这吵啊？还没走呢。回来，请亮灯。来，有礼物要送。成功复合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游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好吗？来，那你喊开始吗？开始。停。祝你们幸福，请回吧。啊，谢谢主持人，请回。谢谢评委老师，谢谢关注，拜拜。